大家好，我是小高姐。家里最近牛奶跟鸡蛋都没有了，刚好我们来看一个食材特别简单的早餐面包做法。我用的是 Costco 囤的中筋面粉，你直接就用高筋面粉吧。酵母用水化开，加入糖、盐，放入面粉，水和面粉大概混合均匀就可以了。它是一个比较湿、比较粘稠的面团。这个时候呢，不要揉面，让面筋自己形成。面筋形成之后呢，再放入黄油。没有黄油就用普通的菜油。你先拉一拉，面团跟刚才粘稠的状态已经很不一样了。大部分的面筋已经形成了，你再把它抓一抓。你的目的呢是把黄油揉到面团里。刚开始会觉得黄油很多，但是很快就看不到了。我把盆子边边的黄油也沾一沾。这种发的比较高的面包呢，它对面筋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。我们等20分钟，再把面筋整理一次。20分钟之后回来，你拉也可以，甩也可以，1分钟就够了。现在面筋的状态已经很好了，你看光滑的表面。现在让它发面。1个小时之后呢，手上沾上干面粉，把它取出来。等等，看上面的泡泡，面团在发酵结束之后呢，这个面筋的膜已经很薄了。面团搞定了，你可以做各种形状的面包。今天我们编个辫子吧，3等分，拉个光面，光面朝下，擀平，同时排气。卷起，搓长。最简单的3股辫子。取中间最好看的一段，把2头压在下面。放到吐司模里。发到8、9分满，刷点黄油。如果不刷油的话，放凉之后呢，表面会开裂。放到预热好的烤箱375华氏度或者是190摄氏度烤35分钟。刚出炉的面包是这个样子的。你从侧面看，面包长高了很多。放凉之后呢，用塑料袋密封室温保存。第2天，表皮就变软了。辫子之间接缝的地方呢，有一点回缩，使辫子的轮廓更加饱满。这个面包用到的食材不多，操作也不是很复杂，但是呢，唯一的一点，它对面筋的要求比较高，所以面粉本身面筋蛋白质的含量要足够，然后通过操作帮助面筋更好的形成。你做到这一点呢，你就可以烤出来外部形状饱满，而内部是蓬松绵软的面包结构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是小高姐，我们下集再见。